嗨，我是优，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这一期我们来说一下7个富人的好习惯。那看完这个视频，你将知道如何拥有跟富人一样的习惯，所以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到最后，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好习惯了。穷人跟富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的生活习惯，是否能成为富人跟你的习惯有很大的关系。有钱人相信一个人的习惯对于成为富人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认为不好的习惯会给你带来不好的运气，好的习惯会给你带来好运跟机会。我们的习惯是可以后天培养跟改变的，这都看你自己愿不愿意去培养富有的习惯。很多有钱人都相信一个人的习惯对于成为富人是至关重要的，好的习惯会给你带来好运和机会，坏的习惯会给你带来坏的运气。那富人的好习惯有哪些呢？那第一个就是专注，专注是很多富人的习惯，也是很多成功人士具有的特质。通常富人跟成功人士，他们都只关注很小的事情，然后他们都把他们的精力放在最重要的事情上面。乔布斯曾经说过，专注跟简单可以创造奇迹。我们应该对那些阻碍实现我们人生目标的人和事说不，也要对周围的一些诱惑说不。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生意好做，你又去做这个；你看到那个生意好做，你又去做那个。那你这样子的话，你永远都会一事无成。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把你的精力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所以的话，你就会把你的时间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上面。如果你把你的时间全部在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等它做好了再去做下一件事情的话，那你这样成功的几率会高很多。因为你同时去做所有的事情，你比如说你一下要想去开一个餐厅，你一下又想去做 YouTuber， 你一天就24小时，你哪有这么多的精力去做这么多的事情啊？专注在这么多的事情上面啊，对不对？那像很多有钱人，他们有很多的生意，要么就是他们有人帮他们管理，要么就是他们先做一件事情，等这个生意做上路了以后，他们再去做另外一件事情。第二个富人的习惯就是设立目标，拥有远大的梦想。目标就是一个拥有截止日期的梦想，如果没有截止日期，你就会非常的懒散，就很容易失去动力。有钱人会设定他们的目标，并且给他们的目标设定一个达成的日期，这样子的话，他们才会有动力去完成他们的梦想。那我们要如何去设定目标呢？那我们可以把自己的5年的目标写下来，比如说你要买房子还是什么的，把要实现它的时间跟步骤，还有具体的方法给它写下来，之后就按照这个计划跟这个步骤去一步一步的实践。为了时时刻刻让你记住你的梦想，还有你的长期目标，那你可以准备一个愿望板，然后把你想做的长期目标的照片给它贴在上面。比如说你想去波拉波拉旅行，那你就可以去放一张波拉波拉的照片放在你的梦想板上面。这样子的话，你就每天工作的时候，你都会看到那个梦想板，才会激励你更用心、更努力的去工作，为了你的梦想。富人他们还会把他们的梦想形象化，也就是他们会每天想他们成功或者是实现目标的那一天的情形，还有他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这样的好处的话，就是潜意识可以帮你获得成功。你想要成功，你就要去多想一下，你成功以后给你带来的喜悦。你想要变有钱，你就要多去思考。变有钱以后给你带来了种种的好处是什么？你就要去想这些东西，把它形象化出来，然后经常给自己正面的激励。慢慢的，你的期待跟你的梦想就会扎根在你的潜意识里面。成功是多年努力的结果，成功没有秘诀。如果说成功有秘诀的话，那么就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坚持到底。没有一个成功的人士是不坚持到底的。当他们遇到困难，他们总是会去想办法去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坚持就是所有成功人士的特质。亿万富翁们并不只是梦想着获得财富或者是物质，他们热爱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们的梦想是在自己的领域成就大事，然后为数百万的人提供价值。追求自己的梦想和目标可以让你产生长期的幸福感，最终转换为大量的财富。努力工作比高智商更重要。还有就是一直坚持不断追求自己热爱的东西，会给你带来好运气。第三个富人的习惯就是自信乐观。所有成功的人，他们都是非常有自信的人，他们相信自己能成功，他们不怕困难，他们相信自己有能力去解决这些困难。富人们他们从来不寄希望于运气，他们都是行动派，他们会积极的去寻找机会。有钱人他们不仅仅是积极乐观，他们也会觉得自己很强大，而且他们总是在鼓励自己，也从来不随意的批评自己。他们习惯于给自己积极的自我暗示，他们会给自己正面的肯定，
比如说我很帅，我很美，我很有钱，或者是我很成功我一定会完成目标。也就是把对自己的期待用肯定的语气告诉自己。所谓的正面肯定，就是反映了你对自己的期待。乐观是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不允许自己沉溺在悲观跟压抑中。负面的思想会导致错误的决定跟糟糕的结果，所以他们会想办法去用积极的想法来替换这些负面的想法和消极的情绪。健康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也是思想上的。消极跟负面的批评会让你离成功的道路越来越远。大部分穷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一个好爸爸，他们这么穷，他们这么日子过得不好，都归咎于他们的父母或者是他们的家庭。有钱人都相信自己的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第4个富人的习惯就是每天学习。凡是成功的人，他们都很爱学习，他们每天至少阅读30分钟。85%以上的富人，他们每个月至少阅读2本的书籍。那为什么亿万富翁他们很爱阅读跟不断的学习呢？就拿读书来说吧，一本好的书是作者多年或者是一生的智慧结晶，你却可以在短短的几天内把作者的智慧植入在你的头脑里面。你读的书越多，你的知识就越多，那你就越容易比别人成功。而且有的时候让你变有钱，或者是让你获得成功，可能就是因为你读了一本书，或者上了一节课，然后让你有所启发。书是天才留给人类的遗产，所以你不仅仅要学习跟你领域相关的一些知识，你还更应该去学习更多各方面的知识，比如说自我提升、理财关于被动收入等等这些赚钱方面的知识。如果你缺钱，那么你就要不断的去学习关于赚钱方面的知识，然后不断的提高你的财商，学习投资理财。你可以通过看书、上一些课程，或者是直接关注我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我每次发布关于赚钱投资理财等等这些关于财商方面的知识的时候，你才会马上的收到。记住，世界上最好的投资项目永远是投资自己。第5个富人的习惯就是投资人脉。富人喜欢结交新朋友，他们也会培养他们的人脉，他们会结交能够帮助自己实现梦想还有目标的人，也就是志同道合的人。有钱人总是在寻找目标明确、乐观热情、心态积极的人做朋友，他们会避免与一些负能量的人和消极的人接触，他们乐于结交其他的成功人士。正所谓，你最常接触的那5个人决定你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去接触一些比我们更优秀的人，这样子的话，我们才能从他们的身上学习到更多的东西，这样才能快速的提升我们的能力，让我们变得更优秀。因为3人行必有我师，你总会从你身边的人身上学到他们的东西。富人每个月至少会花5个小时的时间去与其他已经获得成功的人保持经常不断的联系。这些已经成功的人，他们会与你分享他们的经验，与你谈论他们头脑中最好的想法。如果你与同领域的人建立人脉，你可以从那些同行付出过沉重代价的人身上学到知识。你可以借助各种工具还有各种理由去帮助自己拓展自己的人脉。例如，你可以利用生日提醒软件，然后把你觉得最重要还有你想建立稳定关系的这些人的生日，他的纪念日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每次当他们的生日或者他们的重要的纪念日的时候，这个软件就会提醒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发短信或者打电话去送上祝福什么的，这样也是维持人际关系的一种方式。和时间一样，感情也是不能花时间去买的，财富跟名望并不能给你带来真正的感情，所以我们每天要建立并维护可持续的人际关系。交往的本质本就偏向于利益的交换，能为对方提供需要的价值才是交往的基础，交往的后期才有可能延伸出感情或者是友情，但互利互惠永远是长久交往的本质。人脉关系对成为富人至关重要，人脉往往是钱脉。第6个富人的习惯就是坚持早起。时间是世界上不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之一，富人有很强的时间管理能力，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能做很多事情的原因。1半以上的富翁，他们都是早上5、6点就起床了。早起能使你比别人多出1倍的时间。想想，如果你每天睡觉睡到10点钟，然后你就会比6点钟起床的人少了4个小时，那1个月就是120个小时，1年就是1440个小时，也就是整整60天的时间。如果你这样每天睡觉10点钟起床，坚持10年的话，那你就比别人少了600天的时间，也就是1年08个月的时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富人他们会这么有钱，他们会比别人成功，因为他们不睡懒觉，他们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拿去投入在学习或者是在他们的事业上面。如果那个早起的人是你，那你就拥有了很多的时间。有效的利用时间可以使我们变得更加强大。一日之计在于晨，
早起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人一天精力充沛。很多富人他们都会把阅读的时间安排在早上，或者是他们会把当天最重要的3件事放到早上来做，因为早上很少受到打扰，人的精力也比较集中。如果不把重要的事情放在早上去做，到了中午你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去做这些重要的事情了。那你肯定会说，那早上这么早起床，那要几点钟睡觉呢？一般来说，你要确保你每天的睡觉的时间超过6个小时。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每天睡觉的时间少过6个小时，连续1个星期就会导致面色发黄，然后没有精神，而且工作效率也会下降。所以充足的睡眠是很有必要的。你最好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因为我们人的身体器官在晚上是需要去排毒跟休整的，身体的排毒会在晚上11点左右开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晚上11点之前睡觉的原因。如果到了那个时候你不睡觉的话，身体得不到调整，短期可能没什么感觉，但长期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对你的身体造成一些影响。早起不是目的，关键在于你早起以后你做什么。有钱人不像穷人那样用时间去换钱，因为他们知道时间是有限的，他们会将时间分配给更高价值的活动，例如学习新知识啊、看书啊，或者是打造更多的被动收入啊。第7个富人的习惯就是富人坚持运动。富人把身体健康看得很重要，他们认为身体健康是赚钱的本钱，而且他们每天至少坚持30分钟的有氧运动。有氧运动不但对身体好，而且对大脑也有很大的帮助。有氧运动包括跑步啊、游泳啊，或者是冲浪啊，或者是打篮球啊、踢足球啊等等这些运动，可以选择一样你比较喜欢的有氧运动，然后每天坚持做至少半个小时。做运动还能帮你减轻压力，而且改善你的情绪，提高工作的效率。对，所以每天抽出1个小时来做运动是非常有必要的。你无法决定你的未来，但是你可以决定你的习惯，然后你的习惯会决定你的未来。以上富人的习惯你做到了几种呢？或者你知道更多其他我没有提到的好习惯，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那我们先来总结一下这7个富人的好习惯。第一个的话就是专注，第2个的话就是设立目标，第3个的话就是自信乐观，第4个的话就是每天坚持学习，第5个的话就是投资人脉，第6个的话就是坚持早起，第7个的话就是坚持运动。如果你喜欢关于金钱的话题的话，就记得订阅我，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其他关于赚钱或者是财富自由、被动收入的视频呢。好了，我们下一期见，拜拜。